它是台湾的少康部队，它是台湾为数不多的旅级装甲部队，它改编自第1装甲师，它就是装甲第564旅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台湾装甲第564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。1954年5月1号，代号少康部队的装甲兵第1师第3战斗指挥部在台湾新竹县湖口乡组建，至此该部队开始了较为漫长的现役历史。1970年，由于台湾嘉禾2号改革计划的实施，台湾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兵力整编。当时的装甲兵第1师也根据计划需要，奉命抽调所属部队，在新竹湖口组建装甲独立第4旅，简称装4旅或者是独4旅。部队性质为典型的装甲步兵旅，而该部队的指挥官也在组建之初，将意在勉励部队人员学习夏朝君主少康中兴之事的少康2字作为部队代号。该部队的标志也因此被定为主体部分由少康2字的汉字注音符号和装甲兵标志所结合的三角形状。装甲独立第4旅下辖原装甲第1师第13旅旅部、旅部连，原装甲第1师第2、第4装甲炮兵营，支援指挥部第511工兵营、第211装甲骑兵营、通信营、宪兵连1部等直属部队。改编的旅部连、支援营、反装甲连、装甲骑兵连、工兵连、第4混合炮兵营、通信连和宪兵排等旅级直属部队。原装甲第1师下辖的第13旅、第715战车营、第113装甲步兵营、第112装甲步兵营，改编为第741战车营和第142、141装甲步兵营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该部队的营级单位番号均包含有代表独立第4旅的数字4。而该部队也在组建之后，成为台湾为数不多的装甲部队中唯一一支采用1战2部序列组合的旅级作战部队。1976年8月，番号被改为装甲独立第17旅，不久后的装甲独立第4旅又被改为了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，驻地也被迁移到高雄县的阿莲天山营区。其下辖的支援营和第4混合炮兵营也被改编为第154支援营和装甲炮兵第604营。1978年，随着美国的军事支援抵达台湾，各装甲部队出于增强机动作战水平的需要，虽开始进行部队整编。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也在把所下辖的原装甲步兵第142营番号改为划分走的原装甲步兵第141营的番号后，随即接收了台湾部队中4个装备 M48A1 的战车营，原装甲骑兵第202团第3营改编的第742战车营。至此，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从成立之初延续至今的1战2部模式，因此改为1部2战模式。1979年，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奉命划入第10军团战斗序列，并从湖口调往清泉港驻扎。同年7月，出于昆仑计划改革的实施，该部队又被划入了第8军团战斗序列，驻地调整为了高雄县阿莲乡。1981年，出于台湾陆经3号计划改革的需要，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由其下辖的由4个战炮连组成的装甲炮兵第604营，在被裁撤掉1个连的基础上，装备了台湾最新引进的4门 M110A2 自行火炮。1991年，在某军事基地，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下辖的741战车营开始装备台湾自制的后来被称为 4M11 坦克的 M48H 坦克，并在同年年底，该部队所下辖的第742战车营也完成了对 M48H 坦克的装备。截止到1993年，在该部队工兵连装备了 M9 战斗推土机和 M48A5 履带架桥车之后，自1982年陆续接收新装备10余年的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又额外配备了 M109A2 自行火炮、M730 小械数地空导弹发射车、M88A1 装甲抢救等装备。1999年，出于台湾经时计划改革的需要，在并入步兵第249师第183装甲步兵营、装甲步兵第95旅的装甲炮兵营第1、2炮兵连、原装甲步兵第51旅的第712战车营等部队后，已经存在了20余年之久的装甲步兵独立第64旅奉命在高雄阿莲驻地，改编为装甲第564旅，下辖旅部连、
装甲骑兵连、通信连、反装甲连、工兵连等旅直属部队和战车营3个，炮兵营、支援营以及装甲步兵营各2个。2006年，出于台湾经时计划改革的持续深入，装甲第564旅随即对装甲步兵营和战车营属性进行改变，不仅裁撤了装甲步兵第2营，还将原装甲步兵第1营番号改为了装甲步兵营，其部队组成因此改变为下辖旅部连、通信连、战车第1、2、3营、炮兵营和装甲步兵营，一部3战也由此成为了该部队的序列组成。2011年，装甲第546旅因为台湾出于再次对于装甲部队进行部队轮换的需要，导致迎来了重大转变。该部队在把战车第3营划入机械化步兵第298旅之后，接收了机械化步兵第298旅的机步第4营，并将该营的番号改为装甲第564旅机步第1营，而装甲第564旅的原装甲步兵营则番号改为了机步第2营。该部队的序列组成因此完成，由1部3战到2部2战的平衡编制模式。如今，装甲第564旅的旅部位于因驻扎过1970年今装甲第73旅前身天山部队在此组建而得名的高雄大港山下的天山营区，其旅部营房也被因此称为天山楼。2014年，因在高雄市阿莲区的驻地天山营区需要进行改造，装甲第564旅的旅部遂因此暂时迁移到被称为辅光营区现化学兵第39群驻地的台南市永康区网料南营区，并于2018年12月在天山营区完成改造后返回原驻地。现如今，作为台湾众多部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装甲第564旅一般会在驻扎地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整顿，战时则会成为区域内的反击部队，保证辖区内的安全。在执行作战任务时，不仅担负着北部区域的反进攻、反空降、反渗透和反破坏的紧急军事行动，还会在发生自然灾害后作为地区应急救灾部队。而该部队的军事主官为1名少将旅长、2名上校副旅长，下辖旅部连、保修连、通资作业连、工兵连各1个，以及3个下辖2个战车连和火力连、机步连、战斗支援连各1个的联合兵种营。除此之外，每个营还同时增设了1个火力支援连，下辖迫击炮排、刺针导弹排、狙击组、反装甲导弹排等，还有1个下辖营部连和3个炮兵连的炮兵营。上述部队除了1个联合兵种营驻扎在嘉兴营区，炮兵营驻扎在小岗山营区外，均驻扎于天山营区，且各个联兵营营部还增设了陆航、海军、空军联络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，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别忘了给一个关注，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